据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艘货船在经过红海海域时遭到水雷袭击，预期时该货船正在进行支援附近执行维和的任务，并且该货船在多年来一直航行于红海海域之间，这次遇袭也是多年来头一次。有意思的是，就在伊朗还未对此发表任何回应时，美国五角大楼却急忙表明此事与美军无关。不禁想问，这么急忙撇清关系，难道这件事的背后真的另有隐情？据了解，这次的袭击事件发生在位于非洲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海岸区域。后经专业人士检查发现，该货船是被事先在船身安装了贴附式水雷，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咬定作案者究竟是谁。不过有专家推测，根据水雷的爆炸范围和技术工艺分析，大概率可能是以色列谋划的此次行动。要知道，这艘货船多年来一直在红海海域附近航行，也并未出现任何事故。但根据水雷的种种特性以及目前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分析，此次袭击事件的目的可能并不单纯。尽管目前伊朗方面还未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但引人深思的是，在袭击消息发布后，并未有人直接将矛头直指向美军，但美国这一急于甩锅的解释，不禁让人认为美国是在做贼心虚。换个角度观察这件事，美国或许是在担心自身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所以才急忙与此事撇清关系。美国自以前就以伊朗核计划为由对伊朗进行制约，处处刁难，最后还退出了伊核协议，这导致美国与伊朗之间本就敏感的关系变得越发难以挽回。去年初，美国还暗中杀害了伊朗革命卫队将领，还直接导致两国局势一触即发。而后，伊朗著名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也被密于杀害，致使两国军队齐聚波斯湾海域。美国也调动了第7舰队的尼米兹号航母编队驶往波斯湾，两国一度兵戎相见。美国在去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虽然一度声称要不遗余力地缓和与伊朗之间的关系，重返伊核协议，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两国的关系依旧剑拔弩张，没有丝毫缓和的趋势。不过，单从此次袭击事件中美国的回应来看，美国似乎真的在尝试着修复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难道横行霸道多年的美国这是要弃武从文了？当然不是，美国自去年以来一直被新冠疫情搞得焦头烂额，另一边还要投资自身基础设施。综合来看，美国目前手头应该是挺紧的，而这也恰恰是美国摒弃以往强势态度，对伊朗示好的原因。美国目前正在筹备将阿富汗多年的驻军撤出，这多年的战争损耗也给美国财政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恰恰要是在这难以为继的时间点，要是和伊朗撕破了脸皮，美国这一波可不一定顶得住。美伊关系已经恶化了多年，要想缓和关系，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更何况，美国似乎对这件事也并不着急，毕竟自家还有一堆家务事等着处理，外界的这些琐事自然也是能不招惹就不招惹。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力量相差非常悬殊，因此乌克兰准备更换空军战斗机，以此来提高自身战斗力，更好地应对俄罗斯。为此，乌克兰方面准备求助于美国。近日，乌克兰前驻美国大使表示，他们可以向美国租借一批战斗机来提高自己的空军实力。对此，美国方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据俄罗斯网站报道，美国杂志表示，目前乌克兰的空军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就算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手战斗机，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并且还会给乌克兰带来一些灾难。对此，美国杂志为他们的言论做出了解释。该文章的作者表示，乌克兰空军的状态非常差劲，多年以来都没有新战斗机服役，以他们目前的实力，完全无法保护乌克兰的领空。不仅如此，乌克兰空军目前拥有的苏联战斗机已经耗尽了乌克兰的资源，所以导致乌克兰空军越来越难以发展。虽然说乌克兰空军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想帮助乌克兰提高空军实力，并且还替乌克兰想到了一些方法。美国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提议，美国方面可以免费送100多 F-15战斗机、1-2雷达侦察机和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一些通讯系统和精密武器转移到乌克兰。由此可见，乌克兰空军似乎得救了。然而，有人却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乌克兰空军的办法，并且这种方法一旦用到乌克兰之后，还会对乌克兰带来灾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看法。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就算美国把这些战斗机免费转移到乌克兰地区，但是乌克兰方面还是要花费巨额的成本。众所周知，乌克兰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的战斗机。如果说让乌克兰空军使用美国战斗机的话，那么将要彻底改变乌克兰空军的基础设施和对飞行员进行培训。仅这些改变就要花费乌克兰数年的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此外，这批战斗机到达乌克兰之后，乌克兰肯定要让这些战斗机保持最好状态，要对这批战斗机进行日常的维护，并且还要给他们配备一些武器，这些都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显然，乌克兰无力承担这些资金，所以说就算
算美国把这批战斗机免费转让给乌克兰，乌克兰也无法改变现状。不得不说，乌克兰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他们还能够通过技术转让来挣取一些资金，但是马达西奇国有化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很有可能将无法通过技术转让来赚钱，因此乌克兰这种做法也是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说，还是奉劝乌克兰好自为之。根据美国军事网站4月13号报道，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份通报，在上个月9号上午的时候，一架正在飞往佐治亚州萨凡纳空军基地的军机，在飞到军事基地上空时，突然遭到了一股强力激光的袭击，而且激光照射长达1分钟，造成了一名机组人员眼部受伤。此事发生后 ，FBI 宣布悬赏2500美元，征集嫌犯的线索，是要捉拿凶手。根据调查人员的报告，此次袭击很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的。这类高能激光武器发射的激光光束能传播1英里的距离，一旦瞄准飞机，可能将使得飞行员迷失方向，并且造成眼部损伤甚至是失明。美媒表示，用激光干扰飞机在美国是重罪。然而，此类事件的发生还不是个个例，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一名美国男子被指控在2019年和2020年3次用激光笔袭击了3架不同的飞机。此外，在去年8月份，另一名美国男子被指控用激光笔袭击当地警察局的一架直升机。实际上，激光武器被认为是未来军事领域的发展方向，不少国家都投入研究，致力于开放高强度的激光武器。而此次事件中类似的激光武器也被叫做激光致盲武器，属于一种低功率的激光武器。但美国这事儿很显然与其他国家无关，究竟是基地内部的美军用激光武器袭击了美军机，还是普通民众埋伏在基地附近袭击了军机，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抛开激光武器本身，我们发现这次事件实际上可以当作为针对美军基地的一次袭击，而行凶者为何要针对美军基地做出这样大胆的事情呢？这也值得我们的思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基地已经成为了案情高发区。本是武装力量聚集的地方，却频频成为凶案现场。就在这几天，美媒先是爆出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一名士兵在用枪打伤2名水手后，硬闯基地时被击毙。其后又爆出2名退役美军士兵潜入斯图尔特堡军事基地，谋杀了1名现役美军士兵的事件。不仅如此，去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发生多起自杀案件，让人不禁怀疑美军基地乱套了。调查发现，虽然历年来美军基地总是会发生一些袭击事件，但是从去年开始，袭击事件陡增，而且还多半是在美国本土。有分析认为，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后，美军基地的各种限制造成士兵内部的不满。此外，包括去年的疫情封城、弗洛伊德事件，以及今年的国会暴乱与最近的明尼苏达州警察误将手枪当成电击器射杀黑人事件中，美当局都动用了国民警卫队的力量镇压抗议人群，这也导致美国普通民众对美军不满加深。而从去年起，美军基地频发袭击案件，是否与这些因素有关呢？